爱情是最不讲道理的，它其实就像花草树木一样，会因为你爱的人而变得坚韧、宽容和长久。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人生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人生道路上，总有一朵花开会给你欣喜，总有一款香氛会让你心动。只要坚信彼此，就能铺设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幸福道路。怎么样，还好吗？没有，我在想，我演戏演了10年，我从来没有跟你合作过。对，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同框。那我们除了在活动上碰过面，其实我们2位有同一位化妆师 Sean Lee，所以感觉他好像 Sean 碰了我的脸之后，他就去画我的脸。对，所以我好像感觉是很亲切，对不对？对对对，虽然是没有合作，可是就是很熟悉的感觉，好像认识你很久。对，你知道我结婚，我的婚礼，你是第一位线上祝福的艺人。真的？对，因为我的婚礼基本上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双帮我化妆。双爆料，然后他就说你托他给我一个祝福。对，因为我真的是替你感到开心。平时其实我很少上综艺节目，对我很少看到你上综艺节目，很少，所以就是因为你，所以才第一次线上的这个。谢谢你，谢谢你。你还记得当年你选婚纱的心情吗？我其实挺轻松的啦，我觉得，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我已经穿过太多次婚纱。你知道几次吗？上百次吧。上百次。演戏之前我是模特嘛，然后我就走了很多那种婚纱秀啊，然后又拍杂志这种。每一次出国就拍至少20套。那是不是说，因为你已经穿过100多次的婚纱，所以你非常清楚 ，OK， 我结婚那天我必须穿哪一种类型的婚纱？其实反而是这样，因为你穿过太多件不同类型的。但我真正结婚的时候，我就比较会憧憬那种简单的，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是beach wedding，所以我的要求只有2个。就是不能够太性感。为什么呢？你身材那么好，其实就是秀一下嘛。其实反而是讲会担心说，如果太性感，家里的家长那些外公长辈那些怎么办？然后再来就是不能够太热，因为户外嘛，我就要求比较轻薄一点，不要太重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了一套有一个很长的尾巴的一个婚纱。然后那个尾巴是可以拆掉的。我觉得也跟你一样，就不要太过的性感，因为要为我的家长还有我的外婆着想。我的外婆每一年的红星大奖，我穿什么她都很多意见的。可是你的另一半呢？我选婚纱的过程中，我没有叫她参与。跟我一样，我也是没有，我要在结婚当天给她一个惊喜。所以你试婚纱你会带外婆去？有，真的啊？有，我会给她看照片啊。我外婆当然喜欢我穿比较保守的婚纱，然后她也比较喜欢传统式的，越简单越好。Jeremy 看到你在结婚当天穿着婚纱，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直以来的反应都很浮夸的。那一天他反而是比较感动，他有落泪吗？所以他有，我们就是讲vow的时候他落泪。所以他就一直忍住不要哭，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也哭，他也哭，然后姐妹兄弟全部哭，所以很难控制那个气氛，你知道吗？有哪一幕让你最开心的？当我敬茶给妈妈了，只是把茶递给她，她就哭了。哦，妈妈跟我一样，泪腺很浅，一点点她就哭，所以她哭我也哭啦。我妈妈经历过我很多次的分手、期待、失望，终于结婚这样。因为我算是在单亲家庭长大嘛，
身为家里的长女，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可能常常付出没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妈妈觉得说，她放下心来了，有一个人可以照顾我，所以她就，对啦，感慨吧。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就是参加你们婚礼的嘉宾都不可以把手机带进场，是对不对？对，第一是我们不想我们的婚礼曝光，然后第二我们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干扰，你不会忙着拍照，对，你就是聊天，很真诚的分享。因为我的亲戚跟他的亲戚都是从不同的地方飞来，你的另一半的 guest 会不会从世界各地飞过来？会。他会有一些亲戚从英国过来，然后他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外国公干 ，OK， 所以会从很多不一样的国家飞过来。你妈妈对 Jeremy 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那个时候拍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就贴了一个秃头的造型，然后这边就只有一点点的头发，还穿了一个假的大肚腩。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的新男朋友，我就发了那张照片。搞什么？我妈知道说应该是艺人啦，应该是不同的造型。我很有信心 ，Jeremy 是一个非常讨长辈喜欢的一个人，所以我才敢send这些照片给我妈妈。之后的那些印象只有加分。他做了什么东西令你妈妈非常感动的吗？我妈妈去 shopping， 她付钱哦。每一次，我觉得她也是一个非常有 strategy 的女婿。你去 shopping， 她有没有付钱？她每一次都是她付钱，然后每一次我妈妈买东西都是她付钱，就她很大方呀。对，你们是在一起多久了之后才决定结婚？我们3年，我们拍拖1年他就求婚了。哇，跟我差不多。对，1年就求婚，一开始在一起就 OK 定了。真的就是为什么你会那么定 Jeremy 呢？他给了我很多的安全感。比如我男朋友出去的话，我会怎么样？你去哪里？所以你大概会几点回家？这样，我会觉得如果你没有给我短讯，我会不放心。可是他完全没有那个感觉，就知道他眼里只有你一个。对，而且他非常在乎你，他非常在乎我感受。对。Jeremy 他主动提说 ，OK， 我们 share 一个手机的 password， 你不放心或者什么，你可以随时看。而且自从他跟我 share 了 password 之后，我从来没有那个念头说想要去看他的电话，从来没有遇过有人会主动去解除我心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做这个动作的人。你呢？你第一次牵手？第一次牵手，其实我不太记得。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好像相亲认识的嘛，所以对，我们认识的方法已经很传统了，就是双方的朋友啊，都已经看过我们的照片了。第一眼就有好感吗？其实没有，在场的每一位都是为了你们2位而出现，对，很尴尬，很尴尬。我真的很不想去，因为我觉得很丢脸。你是为了应付朋友所以才去的啊？就是爽。OK， 我不想让他失望，而且我那天我工作而且 overrun 了，所以我在想真的应该是缘分吧，我没有那个缘分跟他碰面就算了，我就打电话给双讲，I'm overrunning，可能不可以出席。他就讲 You better come 啊，你不要 U 登，我跟你讲，这个不错，可以。所以他已经帮你把关了，可以这个。对，第2次单独约会才眼睛很迷人哇，很好笑哦，他这样就慢慢有好感。这是我第1次相亲，因为之前工作真的太忙，所以没有时间在圈外认识更多的朋友。那你符合 Jeremy 的什么条件？所有条件啊。来说来听听。可能他会觉得我是蛮顾家，跟他一样的那个很爱家的，对，很爱家的一个人。那你的另一半有没有说他喜欢你哪一点？他会讲一些不是适合在这里分享的一些甜蜜的话，然后当然像你一样就顾家，然后他看到我那么孝顺父母，这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因为他是独生子，亲戚也不多，跟我完全相反。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然后我的
爸爸有大家庭10个兄弟姐妹，哇哦我的妈妈有5个兄弟姐妹，所以家庭非常大。然后他看到我和他们的互动，他就被我们之间的互动被感动到，所以他也很希望可以成为有一样我们有这么大的家庭呀。所以他会希望有生很多很多的孩子吗？我跟你讲，他看了你的家庭，他肯定会去 tick。OK， 我要几个。Jeremy 是这样吗？Jeremy 刚好，我觉得我跟他有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2个都不强求要有孩子还是不要，我们都顺其自然。你会不会跟 Jeremy 在一起之后，你的整个人就好像变了，不会太在意很多东西？他让我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对，就是让我放开很多的包袱，比如说演戏，很多东西我放不开，我就会觉得，这样会不会影响我的形象还是什么？我会这样，偶像包袱，对，有偶像包公主包袱，对，有一点。然后真的就是跟他演戏，跟他对戏之后，我觉得哇，放开演戏原来可以这样好玩。他让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不丹拍婚纱照？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就是这种很神秘的国度，人民的开心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可以在那边拍婚纱照，应该可以让自己的灵魂高一个维度。我感染被他们的对被他们感染到，对，基本上那边的汽车很少嘛，所以他们很多马、很多羊、很多牛这种，所以你在那边拍照，感觉自己很像在童话故事里面，你知道吗？拍出来的照片也很美，也很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蛮想去英国度蜜月，是我未婚夫长大的地方，所以我很想回去体验他小时候，的生活吧。2个人在一起可以更深一层的认识。其实刚认识他的时候，会有一点小担心，文化上会不会有一点差异？但是认识久了之后，其实完全不会，因为他妈妈是新加坡人，也是华人，所以非常的传统。他妈妈也是非常的严，哇！而且他爸爸在新加坡已经住很多年，40多年了，所以像是新加坡人，我未婚夫，他就愿意学一些基本的华语，然后跟我的外婆沟通。哇，这个不容易耶，我觉得。好像我的外婆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讲 OK， 好，他读 say in Chinese， 然后我就快点就跟他讲，然后他就会设法跟我的外婆沟通。这个有感动到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动到你外婆？是有感动到我。我觉得我的外婆只是听不到，哈哈，你讲什么？但外婆很喜欢他。我有一个东西很好奇，他妈妈有没有看你的戏？之前没有，认识了之后，他们就每一部戏他们都有看，而且他们会打电话跟他们的朋友讲，Please watch my daughter-in-law，几点 ，OK， 谢谢你。然后红星大奖也会跟他们的朋友讲支持一下。打电话。对，所以他们都挺支持的，完全进入了本地娱乐圈的生活了。这套婚纱是我选的，非常期待它穿出来的样子。哇，喜欢吗？我超级喜欢，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梦想中的婚纱。我们选择婚纱的时候，应该要考虑什么因素啊？通常新娘子最在意的就是要穿起来一定要瘦，然后看起来要年轻，所以有很多新娘，如果他们心目中想要的婚纱是完全不符合他们的身材和比例，你们会怎么跟他们说？说是没有用，要给他试先试上去，然后他就会相信。婚礼当天必须走来走去啊，怎样驾驭？对，怎样？你可以教我一下。要先学会怎样上下楼梯。我先示范给你哦。所以总之踢下。踢下，再来一下，踢下，而且不用踢得太大力，对吧？不用。OK， 差不多就好了。有观众，踢下，踢就是为了不要踩到那个纱的裙子。因为很多时候红星大奖要走红毯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因为我在红毯有跌倒过，
对，我记得。谢谢你记得。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习怎样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脚要合起来，然后蹲到你的手会碰到你的膝盖，然后一起把裙子拉上来。但是我们不可以翘屁股，是，所以我们就示范一次，走一个小圆圈，给小圆圈，嗨，OK，看它的拖尾全部跟着你走，里面的裙子一起拉，上，然后放手，对，然后一个小圆圈，走一个小圆圈。在进场的时候，老公永远都是在你的前面，然后呢，你的手就勾住我的手。如果在照片里面要收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手掌的距离。老公一定要先走，一定要在前面。如果你跟任何人拍照，他们站在你的旁边，你都不可以走，要不然他们一定是踩你的裙子。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穿婚纱走路其实有那么多技巧的。是的，婚礼当天婚纱只是一部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拍照。那么我就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谁？我们的摄影师 Chrislin。Hello， 来喽，我们带了一朵花来，这是一个神秘道具，就是一个好像一个障眼法。那你拿着试试看，这手花有时候你拿的是一只手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放在旁边遮你的腰部，就显得瘦了。因为我们在视觉上呢，只看到一边，然后到花的近边。那我们的华人通常的脸就比较圆形一点吧。那么最主要就是说微笑，就是稍微嘴唇分开一点啊。那么你下巴就掉至少，然后用你的手花盖一下。那你画灯不就不用画了吗？还有女人的这个礼服的通常是 off shoulder 的，是他们又喜欢说自己看起来很骨感。那你做过模特，你都懂得稍微把你压前一点点，那这个骨感就出来，但是不要压得太过头啊。心情如何？不知道，然后就这样，就是这样一点点，你看这个骨感，一直要收那个，对，那骨感就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呢，你的手要怎么摆，就很这样的摆是很好，就出现三角形了。不过很多新人又不知道，就把手臂压着很紧在身体上，其实我们肌肉看起来比较大只，太好了，太棒了，太厉害了。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腰部，我可以从没腰变成有腰，不用修照片。那比方你就站在旁边，这时候呢，你的脚筋摊开了，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现在你要收腰这个部分，你就把你的臀部往它后面推，有没有？有没有？不管你什么身材，你都有腰出来了。没有，不要讲。那不小心一个朋友站在这边的时候，那你怎么站？你就哎塞，太美了。那摄影师的照片出来都美，不用修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抛选边的时候，也是一个学问。那么他跑到香槟的时候，有时4只手拿着那香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 unglam 的。为什么呢？你手一抬高，你知道你不想看到东西出现了，对不对？怎么办？那么你就握着新郎的手就可以了。那么你最高的高度只能够去到你的肩膀，千万不要再挤上去，要很小心的。另外一点，你是在台上，摄影师在台下，那么已经形成了一个角度。这个时候你暴露你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你的双下巴了啊。那么从摄影的角度来拍摄呢，那你的身体就跟那个镜头呢稍微仰前一点就好了，不要贪心。稍微一点，那么你的下巴稍微推出一点，那么你就避开那所有一切东西。所以现在你的手花可以盖到你的这个稍微一点，哎，那你可以叉腰，把你那个对的，哎，修的很效很好，手一边摆，对，非常棒。我的朋友来了，身体往后一点点啊，把下巴推出一点点啊，对了，就是这样，对。几时要学美啊？学美，哎，对。子轩，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不一样款式的裙褂。那我印象中你结婚当天没穿裙褂对吗？我没有穿，我穿旗袍，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穿裙褂。对。那我想问一下 Carol，会不会越来越多新娘喜欢在结婚当天穿裙褂？是，现在其实中式礼服裙褂呢是新娘们越来越受欢迎的一种选择，每一个裙褂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跟旗袍不一样的，所有的裙褂都好像是一件外套，没有很贴身的设计呢？我刚发现的。你猜猜是什么原因？
万一怀孕，万一怀孕。其实不是。OK， 其实是因为呢，华人在设计礼服的时候要讲究一个有余，就像我们讲年年有余，都是要有一点的空余。所以我们在设计结婚礼袍的时候，也是要富贵有余的意思。哦，其实从最传统的意义上来说，裙褂应该是这种。黑色上衣、红色裙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后面呢，根据我们流行的趋势的变化，所以慢慢我们的礼服已经变成全部都是红色的了。对，但是怎么区分它们是看我们绣线的密度，就是图案绣的多还是少。像这一件，我们可以看到绣的图案非常的明显，是因为它的红底也是比较多，所以它是一件小五服的设计。如果我们的绣的东西要再多一些呢，像这种密度比较高一些的，这个是大五服的设计。比大五服再多一点，就是挂后像这一件的设计。如果比挂后还要再多，那就是我们的顶级挂黄哦。这样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什么红底了。像挂黄这样一件要做1年以上。对，如果是小五服的话，可能3个月左右就可以做出来。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哇！所以挂黄大概会是多少钱？如果买下来的话，要10支钱。对的，1年。要为人家的辛苦买单。1年的时间，我们只穿1个小时。哇！裙褂有不同的刺绣，有牡丹啊，有龙凤啊、蝙蝠之类。这些是代表什么？龙跟凤的设计呢，是代表龙凤呈祥、夫妻和谐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还有蝙蝠，蝙蝠是因为它的谐音是福，是我们华人讲五福临门的那个福，所以就是代表新娘是有福之人的意思。鞋子上面的选择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多种的，我们可以配搭这种龙凤褂适合的鞋子，它也是手工绣成的，所以跟我们龙凤褂的纹路是非常搭配的。为什么会有这2条双喜的？这2条其实叫做子孙带，是代表子孙满堂的意思，也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设计。对对对，讲到剪裁有没有发现到，其实这2件它在衣服的设计上，除了绣线的密度不一样，还有一点不一样。提示一下，看这边，它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对，这是平的，这个是波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其实最传统的应该是平角的剪裁，代表我们的婚姻4平8稳。但是因为我们慢慢设计上面的进步，我们也开始做波浪角的设计，这样在视觉上面会显得新娘会比较瘦，比较漂亮一点。波浪会比较真实一点，因为你的婚姻会有起有落，对不对？也对，这样也对，这样也对对。其实除了我们最通常见到的龙凤褂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中式礼服，叫做绣和服。为什么叫绣和服？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周迅主演过一个电视剧，叫做《橘子红了》，她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叫做绣和。她在结婚的时候穿了一件袄褂，所以我们把这种袄褂配马面裙的这样的设计统称为绣和服，大家是用她的角色的名字来命名的。哇，一个演员可以起这么大的影响力，还真的不容易，很了不起。下一次你结婚之后就取一件叫慧玲服。穿的那个裙褂应该搭配怎么样的头饰，才可以打造一个完美的形象？看到这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头饰。头饰的话呢，我们的新娘可以选择这种凤冠，就是比较华丽的，有很多流苏下来的。我们每走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很灵动，会有一步一摇这样的状态。所以戴着它的时候就不可以走得太出来。对，这样他们就会自己打结打在一起。这个是团扇，当天在出嫁的时候，新娘手上拿着一把扇子。这个扇子其实是可以代替我们的手捧花的。我还以为是遮脸啊。其实有要遮脸的步骤。新娘进入夫家的时候，有的新娘可以选择把这个扇子遮住脸，也相当于一个盖头的效果。这样对不对？
对的对的，对，就是要有点那种娇羞的状态。很漂亮哎！我觉得这套礼服衬得你的肤色非常的好哎，马上那真个会讲话。娘娘的感觉出来了，你知道，真的很漂亮。穿上裙褂真的有很端庄的感觉，而且真的动作要非常的慢，非常的斯文，所以感觉很不一样，而且觉得非常有传统，但同时也挺 modern 的感觉，所以这是我喜欢的那一点。很高贵典雅，感觉上就哇，整个皇后这样很漂亮。今天终于有机会吃子轩下厨的菜，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阿萨姆拉萨。对咯，太好了，你喜欢。你为什么会决定煮阿萨姆拉萨给我吃呢？阿萨姆拉萨是我最喜欢的食物，然后我觉得在新加坡会比较难买到阿萨姆拉萨，所以就自己学煮了。我外公是槟城人嘛，所以我们小时候每一年至少会回槟城一趟，然后回去一边探访亲戚，然后同时也会享受槟城的美食。我也是，我跟你说，我每一次回家第一件事情，我不是回家，我通常就从机场，然后回去朗高威的一个叫做古早味的一个阿萨姆拉萨，所以那个昂哥一看到我就，哎，你今天回来啊，又回来了。比去看妈妈重要。跟妈妈一起去啦，跟妈妈一起去了。我妈妈也很了解啊，所以她就OK， 是不是要去吃阿萨姆拉萨？她也是很开心啊，期待跟你一起吃。对。这个可以切短，要细细的吗？还是可以不用这样细啦，反正我们等下要blend啊。对，你是几岁开始爱上烹饪的？20多岁、30多岁，所以小时候都是家里一定会有人帮你们下厨。因为我家是开 restaurant 哦，所以我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用做啊，就家里就一堆吃的。所以你妈妈是厨师吗？我爸是厨师，我爸是厨师，所以你是结了婚之后有自己的家，才开始真正的去煮了。你呢？你会煮什么？我喜欢熬汤，炒饭啊，我的狗还在的时候，我就会煮粥给我的狗吃。这么幸福啊！但是它吃不下。哦。煮了之后，它就看着我，这没味道的东西，我不想吃。那你喜欢吃 Jeremy 煮的哪一道菜？我喜欢吃的，我喜欢他煎的牛排，哎。他很会煎牛排，而且他煎的牛排都是他会把握那个火候刚刚好，就是我的口味。我每次去外面吃，我会觉得，哎，不是煎的太熟，就是太血，然后他煮的就刚刚好。还是老公煮的最好吃。对。因为有爱心吗？其实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都熟悉对方的口味了嘛。你知道另一半的口味吗？我是知道他的口味，但是没那个本事。现在还没那个本事。我其实也一样啊，我也是结婚了之后才开始抓到他的口味，才开始去学。对，我觉得现在有一点难，真的没有机会下厨。所以不是不想。可是如果你们搬去自己的家，这样你会不会尝试为他下厨？会期待。期待有那个空间为他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邀请一些朋友啊，邀请家人过来吃。所以我喜欢煮阿萨姆拉萨，因为你煮了一锅就可以招待一大班的朋友。那在家里谁比较常下厨？我啊。那煮的是你，洗碗呢？洗碗机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讨厌洗碗，很享受煮，所以就装修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洗碗机。洗碗机避免了很多次的吵架，洗碗机就搞定了。OK， 我们可以拔鱼肉了。对。我小时候吃阿萨姆拉萨，很喜欢捞那个鱼肉出来。所以你是喜欢那种大块的鱼肉在上面的那种嘛？所以这样我们就set aside啦，这个
哦，你是喜欢小块碎碎的，碎碎的，因为它的 base 一定要碎碎的。其实就小时候有常看爸爸下厨啊，看妈妈下厨，就会觉得哦 ，OK， 就会把他们煮的东西当做是理所当然的，对，就会觉得哦，没关系啦，不用去学还是怎样。我更理所当然，因为我家里基本上就是一直都有那个饭菜，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吃过一个住家饭，你知道吗？就是妈妈煮，然后有汤有菜，我们的是永远都是好像杂菜饭这样，已经在那边了。就我要吃什么，我们就对，我就去拿而已。然后小时候我去同学家，我就会很羡慕家常菜，可以大家一起坐下来，因为我们的家基本上都没有时间坐下来一起吃饭，只有新年才有机会一起坐下来吃团圆饭，就会很羡慕别人说哇，可以这样一家人一起吃饭。对。长大了之后呢，有没有一起？长大了有啦，我妈妈就把那个 restaurant 卖掉了之后，她就有开始下厨啊。这样我们就把鱼肉放进去里面，煮大概1个多小时这样。小心小心小心，慢慢来。先 OK， 上面的推下来，然后我们要调那个 asam paste。其实我一直以为煮阿萨玛饭很难哎，不难对不对？就是不难我才学。准备功夫真的很多，对对对，所以你最好就是你负责把这些材料准备了，然后让老公把鱼。太酸，太酸！天哪！不看，其实煮一下，煮一下，还好。太酸怎么办？放一点点盐，一点糖。好。其实这个节目我有很多的第一次都献给了你。真的吗？第一次煮拉沙，第一次做蜡烛。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DIY 亲手做蜡烛？我觉得是因为跟我的生意有关，就是我们家里是开 SPA 的嘛，对对，所以就接触很多香薰、香氛这些东西，在我的婚礼上面啦。然后我就突发奇想，不如把我喜欢的香薰都变成我的伴手礼。我们就去调了一个我喜欢跟 Jeremy 都喜欢的味道。其实你们2位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连你们喜欢的香味都一样。其实不太一样，他喜欢比较无力一点点，然后我喜欢比较清香一点，所以我们就调配了那个杯是比较无力一点点的，然后可是你点起来又有一点清香的那种感觉，就2个掺在一起。对，2个掺在一起，其实可以找到就是2个人都喜欢的味道。我们现在要先量，大概是600克。你是很喜欢送手工做的一些礼物给别人吗？对，是吗？亲手做的礼物倒不会，可是我会亲手帮他们改造他们的家。我是念室内设计的，所以我就很喜欢，就是把旧的东西翻新。我就会动手帮他们油漆。我觉得油漆是一个最便宜的装修，就所有的朋友粉刷，就是一些需要帮忙的朋友，我都会那些如果不是很熟的朋友，可以过来他的家帮他油漆。家有点旧了。anytime 可以，真的没有问题。我看到 Jessica 又会煮，又会做很多 DIY 的手工，非常有女人味。然后我坐在她的旁边，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男人一样，因为她做的东西都非常的细腻，而且，就手工的艺术的东西吧，我真的是，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个兴趣吧。像我朋友，我就帮他粉刷了一个线条的墙，顺便就弄了一个线条的画，就是类似他的墙的，这是那个画。对，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个手作。你家里的装饰品也都是你家里的装饰品是我负责，因为我比较擅长。Jeremy 是负责动手。哦，不是你动手吗？我以为你是老公了。在
别人的家我是老公，在我的家我是公主，就是厉害，真厉害。女人在家要当公主，其他的就要由男人来做。我非常同意这句话，但是自己不可以这样的过生活，我真的不知道。对，因为一直以来都很习惯就自己一个人扛，所以现在正在学习中。虽然很不情愿，一开始就会我跟他讲改装我们的厨啊那些，因为要拆那个厨下来，然后要铺上新的那个布那个藤啊。一面一面的那些藤，然后我们就要把它钉上去那个厨嘛，所以一开始他都好吧，既然你叫我做，我就做。这个程序，他擅长，真的。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一开始都会不太情愿，可是做到最后，他是比我还要投入的那个人。他会觉得我说这边不用钉了，不可以，会看到的，这边一定要钉，一定要。他会投入到那个程度是。他可以不睡觉，然后一定要把那个东西做好。我没有做完就睡不着。是他绝对是这样。做事不可以做到一半，所以他认定要追到你就一定要追到你，直到结婚为止。呀，maybe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很锲而不舍。对，就是要这样。我知道他很不容易，因为从马来西亚一个人来新加坡工作，又在娱乐圈，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环境。他找到 Jeremy 可以给他稳稳的幸福，我替他感到开心。这个也是我做的，他朋友的女儿送他的一个手链，可是他已经没有戴了，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一个装饰品，所以就可以做成一个不一样的摆设品，同时也可以保留着它的意义。是这样。那你会不会喜欢帮 Jeremy 改造他的形象？我没有那个本事啦，可是我有帮他，就是买衣服的时候，我有给他很多意见。他要去 event， 他要去记者招待会，要穿的比较正式的时候，我就会给很多意见。就是他会搭配之前，他一定会问我，然后我就会跟他，不行，你出去一定会被人家笑你脚短，不行。难怪有了你之后。Jeremy 结婚之后好像变得更帅了。我有贡献，有一点点。我发现我们越来越接近。比如他喜欢的那些造型，有时候他会跟我说。然后我买衣服的时候，我也会考量他喜欢，我就会 OK 可以买多一点这样子。对你有没有影响你的男朋友？其实没有，倒是他有影响到我。你已经这么完美了，他怎么影响你？就穿得比较轻松一点。OK，我明白。他的穿着比较随性。我们等到他差不多60度的时候，我们要放香精油。OK， 所以我们先量一下那个香精油，大概要80 gram。你买给他的第一份礼物是什么？其实我买给他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 T 恤，他穿的 T 恤全部都挺旧的。我的另外一半。为我买的第一份礼物是一束花，收了之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千万不要再买花给我了，因为希望他不要浪费钱。如果要的话，就可以买一些比较实际的礼物。所以他有没有被你影响？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出去，然后他需要戴墨镜的话，我就会你要不要？用我的怎样就比较时尚的墨镜就借给他用一下。对，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可是迟一点说不定就会互相的影响呀。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我反而会比较喜欢。真的，我在想，如果我的就另外一半就非常喜欢爱打扮，而且比我更爱美，不行，绝对不行。怎么办？我们的年龄又一样了。那10年后，如果他越来越年轻，怎么办啊？你懂吗？可以这样吗？对。所以他越不 OK， 我说 OK， 这样很好，继续这样吧。吃胖一点。对，这样我就显瘦。我觉得我自己还蛮会保养的，所以10年后我肯定比他看起来比较年轻。
所以你跟家人的感情真的很好，对所以你才会打算回朗高威举办婚礼。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想要有一个海岛的婚礼。原本是希望说去巴黎，结果就是我外公他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在朗高威他也比较好，这样，因为那个地点是其实是我妈妈跟爸爸当年结婚的地点。对，妈妈会不会特别的感动？还好，他感动不是因为那个地点是一样，他感动是因为我出嫁了，可能是这个。感觉上好像你的妈妈不是一个很会表达她的内心真正的感觉的一个人，是就非常传统的一个妈妈，会不会？她替你感到开心，她还会假装还 OK。对，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其实跟我一样，我也不太会跟家人说出就是内心的那个，或者抱一下还是怎样？会抱一下会亲会，可是不会说出口。当你要说的时候就比较收回来一点点。搅到差不多55度，我们就可以倒进去。55度。但 Jeremy 反而是那种很容易开口的一个人吗？就会啦，就会做所有情侣做的事情，比如你跟你老公的事情，知道吗？刚刚谈恋爱而已，要跟你学嘛，你结婚5年了，其实一样啦，就是跟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就是你结婚这么久了，你还是可以保持跟恋爱的时候那种甜蜜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可以忘记拍拖的那种感觉。对，绝对不可以。所以你最爱 Jeremy 跟你说些什么？他说什么最开心？他只要说我煮的菜很好吃，我就很开心。真的？对，日子久了，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会理所当然。就像每天做了这么久，5年了，同样在做那件事情，可是他还是会感激你的话，这样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同样啦，我也是会一直提醒我自己，就是要 appreciate 他的付出，所以你就会讲谢谢你。对，我不会讲谢谢，我也会想，你今天把那个车弄得很干净，这样，对吗？他会觉得理所当然那应该做。可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有留意到你，就是你有留意到他的付出，这样子。那结婚那么多年了，当然会有争吵，对不对？对，多多少少应付。他通常会先道歉啊，真的会吗？你的会吗？会，因为对不对？我生气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讲话。我觉得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那你呢？你跟男朋友冷战最久几天？不到1天。不到，很好，不到1天，很好。我跟 Jeremy 有一个共识，就是冷战或者是生闷气，不能超过1天。就是晚上的时候，临睡前，对，睡觉前一定要亲亲。就是亲了，就算你多么的气，可是当你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就是你愿意主动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表示其实你已经放下一半。牵个手，对，这样对不起还是关心对方你要吃什么？就明明已经很生气了，女生很好哄的，其实我 OK 了，对不对？我们是右脑的，很好哄的。我是很容易哄的，其实，我不容易生气，但是生气其实让我冷静下来了之后，你讲一些甜言蜜语啊，或一句很简单的对不起，我的气就很容易消了。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消气的一个人。其实我蛮喜欢你跟 Jeremy 这对夫妻，因为我记得你们宣布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网民就不太看好。你们是怎么去处理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时候不想公开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知道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不理。重要的是对方的 support。你只要心里清楚，对方是你的支柱，这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而且时间证明一切了。对呀，结婚5年了，还是那么的幸福快乐。对。对。你觉得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幸福的定义可能就是 appreciate 每天的小事。这样就会幸福。就好像你刚才讲，对，不需要什么大的浪漫，不需要什么对，不要轰轰烈烈，不用，就是很平凡的珍惜每一天的日常，这就是幸福。
Rebecca， 很开心你终于找到了归属，希望你们可以成为对方的肩膀，最大的支柱。愿婚后所有的日常，皆可以成为最美的欢喜。With love, Jessica。请让我忘掉自我，不要忘记用心灵感受。我要逃脱沉默，不要忘了最初的梦。真的非常感谢子炫的祝福，那我一定会记得你说的话，就是要珍惜每一天那简单的幸福，因为我们拥有的幸福得来不易，所以我会好好的珍惜的。谢谢。幸福好味道，我们来尝尝阿顺的阿三玛莎，吃过最好吃的阿三玛莎。Jeremy， 你什么时候来的 ，Jeremy？ 老婆，爱死你了，真的想改没有？浮夸刚刚好到位，我喜欢的浮夸，100分，打几分？当然100分啦！被你的诚意感动到，谢谢你来上我的节目，谢谢你邀请我。终于有机会跟你好好相处。对，所以谢谢你这几天的陪伴，我要谢谢你邀请我，而且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合作，一定会。一定可以。